Hello，这个影片呢要和大家一起开箱我为2023年准备的手账本，还有分享一下我明年的手账体系。我手上这本 Midori Notebook 从我开始上传第一个影片到现在呢，已经用了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了。所以我打算明年要换一个新的本子来刷新一下新鲜感。除了造句往年的日记模式以外呢，我也打算写一些新的主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开箱介绍一下我的新本子们吧。其中这一本呢是 TN 的2022年唱片主题限定款。这个限定盒子里除了手账本身以外呢，它还有附送一袋和音乐主题相关的贴纸。它里面一共有4款设计，然后每一个贴纸都有烫金，所以在光线下会闪闪发光，非常的有质感。接下来是这个本子非常亮点的黄铜唱片造型小吊饰。这里面还有附赠2个小印章，一个是复古的磁带，一个是空白封面的唱片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登场啦！打开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一个棉质的收纳袋。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好，这样的话带出门放在包包里也不怕弄脏或者是刮伤书皮。我特别喜欢它这个书皮压印的这个设计，它的驼色搭配这种橄榄绿的绳子非常好看。书皮里面呢还有一本活版印刷的内心。翻开封面呢，你就会看到有磁带的设计，然后它里面都是 MD 的奶白色内页。现在来安装吊饰。刚刚那一个是护照版的 TN， 然后这个是标准款的。其实呢，我是先买了这个，然后才看到那一个设计很心动的，所以这一本其实是我打算拿来画我的手账日记的。然后除了这个本子以外呢，我还买了一个他们的2022年咖啡主题的垫板。我觉得这一年入手 TN 真的是太巧合了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喝咖啡。这个标准款的 TN 呢，你打开来的时候，里面也是会有一个袋子，然后它是米白色的。这一款呢也是驼色的，跟上一个一样，但是它就是普通款，没有设计在书皮上。然后它也会有一个内心，也是 Midori 家的空白内页。Traveler's Notebook 主打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搭配内页和配件。所以除了书皮之外呢，我也买了 TN 家的夹子啊，还有绳子。奶白色的内心文件夹，还有一些可以装东西的配件。
2023年的规划里面呢，我也决定明年开始写后波尼奇的5年手账。这个盒子里面呢，它有附赠一个小册子，里面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5年手账的运用方式。他们还很贴心的附上了可以怎么去写这本5年日记。你可以写一些日常很不起眼的小事啊，备忘录啊，还是宠物相关的日记。就是让你每一年的今天翻开的时候，你都会有一种回想过去的那种感觉。还有一张可以让你试写的内页纸，可以在你正式书写的时候呢，试试看你的笔啊，还有墨水适不适合这一张纸。他们家的5年日记呢，其实是有2个尺寸的，一个是A5 跟 A6， 然后我手上这本是 A6 size 的。因为是每日日记嘛，所以我会想到说，如果要外出的话，我希望它可以更轻便一点，所以我选择了比较小的尺寸。它的每一页呢，代表着每一天，然后会有5年份的书写空间。右边的空白页呢是自由书写的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你每一年都可以对照着上一年的你自己经历了什么。我觉得这样的概念非常的有趣。所以呢，我打算试试看，然后也可以鼓励自己每一天，至少可以坐下来写一写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这样。然后后面呢，它还可以让你写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啊，然后它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，你最喜欢的鸡蛋料理方式是什么呢？那这个5年日记呢，我是打算就写一些日常的小事啊，然后记录一下每一天的小小细节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聊一下这个护照版 TN 里面的本子都会拿来写一些什么。那我研究了一下呢，我打算就在最前面这里呢放一个文件夹，这样我就可以放一些小物件，好像这些垫板啊之类的东西。然后这一本本子呢，我是打算拿来写香味记录的，可以记录一下我买过的线香啊，或者是香水啊等等的东西。然后下一本呢，我是打算拿来做墨水记录，就记录一些我买过的墨水还有4色这样。最后的这一本 TN 内页呢，就会延续我上一个米多利 Notebook 里面的手账日记，只是它会用可能另外一些不同的方式去画，因为它们的尺寸也很不一样，所以我会再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看看该怎么去画，怎么去写。然后也是一样放了一个文件夹，可以放这个垫板。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相见恨晚啊！以前呢都是要用一张纸，然后来叠住下面，防止那个墨渗漏的。然后那张纸就每次要更换嘛。现在有了垫板之后呢，就应该会省掉这个问题。然后后面我还加了一本8川纸的本子来做一个随手4色用的。2023年的手账规划就差不多是这样啦。那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2023年的手账要写些什么了呢？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哦。那我们明年再见啦。